看到新奶爸贴心掰好窝窝头喂福宝，才明白小福回到自己家后过得有多幸福。自从福猪猪结束闭关后，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徐奶爸的身影。本来还在担心福宝不适应，可疼爱他的饲养员不只是老徐。 新奶爸同样是打心底里爱护福宝，会在对方不舒服的时候不顾危险去外场近身观察，也能追着孩子一口口喂饭。看向小福的眼神是肉眼可见的温柔。当奶爸去外场给孩子加餐的时候，还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福宝。虽然父女俩相处时间不长，可福宝却有了奶爸亲自给取的小名，而奶爸还很溺爱自家宝贝。只要福猪猪去小卖部门口要零食，他就第一时间送来笋笋。估计宝贝还没到干饭时间就吃饱了。小福也很喜欢新来的饲养员。 坐在门口吃小苹果也要一个劲回头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妞想要当监工。徐奶爸的爱何尝不是如此？要知道，忙着照顾幼崽的他分身乏术，却时刻挂念着自家宝贝。即便是神树屏闭园阶段，他也要去闺女的院子里打扫卫生。此时的福猪猪就坐在树上干饭，一人一熊互不干扰。没想到父女俩是双向奔赴的信任，不同于催着熊猫上班营业的饲养员，奶爸巴不得孩子在内舍吹空调。 小福只是晚回来一会儿，就开始啰啰嗦嗦。晒得恼火，今天天气好，你看看太阳都出来了。先晒点灰。每当福宝靠近小窗口的时候，奶爸就拿着水管陪孩子打水仗。即便是路过宝贝闺女的门口，他也得摸一下孩子的脑壳，给了一向亲人的福宝该有的情绪价值。长此以往，福猪猪也开始恃宠而骄了。公主脾气只针对于老徐一人，奶爸嗓子都喊哑了，都叫不回来宝贝闺女。 这小妞还经常在奶爸雷点上蹦迪，表面上是帮老徐干活，结果越帮越乱，把奶爸都给气笑了。爸，我帮你打扫卫生。喊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吗？哦。而照顾福宝的怀婷奶爸也颇受好评，会在神树屏闭园的时候特意去拍宝贝闺女的照片，只是为了让挂念福猪猪的姨姨们放心。当福宝忍着大太阳非要去营业时，奶爸没有强迫孩子在家吹空调。 反而去外场远远的守着福宝，生怕自家闺女太敬业了热得中暑。可以看出，福宝的饲养员是轮班制，除了主管奶爸老徐之外，还有很多饲养员来照顾孩子。只希望福宝的饲养员不被网乱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打心底里爱护小福。七仔就是熊猫圈掌管反差感的神吧。 看起来800个心眼子，实际上竟是乖宝宝，温顺乖巧，他比较主动。都知道七仔警惕性贼强，小眼睛一天到晚都在叽里咕噜乱转，总担心有刁民出现害他。但谁能想到七仔从前还是个纯真小男孩，平日里不是小脚一翘享受熊生，就是枕着小手乖乖睡午觉，就连小眼神都是肉眼可见的清澈。长大后的洪七公依旧善良有爱心，不仅把小鸟养得肥肥的，对方要飞到他头上拉屎。 他被吓得一激灵，也不管不顾，继续发呆。可乖巧的性格却不耽误他心思缜密，很难不怀疑七仔发现自己的毛色独一无二，怀疑自己是皇帝，毕竟自古皇帝就多疑。七仔看起来圆鼓鼓、胖乎乎的，本以为这小子会是熊猫圈新晋战神，哪曾想洪七公小时候居然这么迷你，永远都比同龄小熊短一截。难怪宝贝喝个盆盆奶都被小伙伴抢走，简直就是熊猫圈的战五渣本渣。不过这小子又怂又爱玩。 经常和小熊友们打打闹闹、切磋武艺。这么一位爱运动的小熊，经过一个岁月这把杀猪刀的洗礼后，长大后却是不折不扣的懒汉。其他熊猫还在努力干饭营业的时候，这小子往床上一躺，对着家徒四壁的内舍思考熊生。即便是喝个盆盆奶，洪七公都懒得伸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能躺着绝不坐着。十一来袭的时候，装都不装了，还在呼呼大睡的七仔就开始造青团，奶爸都看不下去了。为了锻炼好大儿的体能。 直接将小苹果挂在树上，本意是让孩子站立够食物，但是懒惰到家的七仔绝不会妥协，张大嘴巴坐等小苹果掉嘴里，将阿宝耳朵咬成扳手那件事，更是让这小子一战成名。本以为七仔是当之无愧的超熊小子，可奶爸却为好大儿证明清白。他比较主动，特别喜欢到窗户边跟别的熊猫交流。 难怪这小子咬完阿宝耳朵，还故意靠近铁丝网找其他熊猫唠嗑。原来七仔是在情景演示。最好笑的还得是七仔的肤色，一身黄毛的他总是看起来旧旧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没洗过澡。可这小子实际上是个爱干净的熊猫。宝贝看到水别提有多激动了，恨不得拿个搓澡巾给自己搓背。就连七仔的洗头的姿势也是十分专业。七仔的一生都令两脚兽看不透，不按套路出牌的熊猫也太好笑了吧！ 那喜乐拆家是冯奶爸惯出来的，熊猫饲养员对孩子的溺爱能有多离谱？其实破坏是件好事，不一定是坏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别小看人家。喜乐在生日会又开始大拆特拆，换做其他饲养员早就阻止孩子，没想到冯奶爸主动后退一步，表示不破坏他做的竹简，霍霍啥都成。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只能说小冯总被拿捏是有原因的，他对闺女的爱也太卑微了吧。
同样被惯成祖宗的熊猫还有冰花。这小妞被奶爸奶妈轮番宠，吃大笋有人帮忙举着玩秋千也累不着一点，因为有饲养员在另一边负重前行。久而久之，冰华对自己的地位心知肚明，熊孩子开始变着法欺负奶爸，一到下班时间就赖着不走。好好的饲养员被这小妞折磨成了可晕，还有一身倔脾气的大小姐福宝，奶爸对她百般叮嘱不要打滚，生怕这个行为让闺女可刻板，可她竟然直接从外场打滚打到内射。老徐看到孩子计划得逞后，那一脸的调皮样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是自己惯出来的宠着呗。同为流血海龟的小奇迹，也是王奶爸惯出来的一枚熊孩子。这小子一言不合就故意拆家，一个晚上就能让神树坪天翻地覆，不仅树被薅秃了，就连木架也被小奇迹给拆解了。可仔仔的饲养员非但不生气，还满脸骄傲地夸起来自家孩子。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只能说王奶爸的爱属实有些盲目。大白兔仔也是个很有个性的熊猫，仗着年纪小在基地称大王。奶爸拿着盆盆奶送到孩子嘴边，小家伙却一脚踢翻。饲养员看到这一幕后都快要碎掉了，都知道鱼可是十足的妈宝熊。小家伙打小就喜欢黏着奶妈求抱抱，即便体重已经接近200斤了，还是抵挡不住他飞扑向对方。而奶妈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，早就练出来麒麟臂，使尽洪荒之力，脸都憋红了，也要亲手抱着好蛋儿下班回家。不过在宠孩子赛道上，最逆天的还得是长隆的饲养员们。萌萌生完孩子后逆袭成女王，长隆恨不得每天发800个视频晒娃，就连月子餐都有游客一份，各大商场地铁也全是宣传照，全世界都知道萌萌母子俩平安了。不懂就问熊猫饲养员是有什么 KPI 吗？宠孩子一个比一个还要夸张。但萌兰在每个阶段都遇到了真心待她的饲养员，难怪萌儿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婴幼儿时期，萌兰遇到江左梅梅，虽然没奶妈越熊无数，但还是最爱嘛。这小子的初吻就是被他夺走的。亲个。当萌兰干坏事被发现的时候，梅奶妈嘴上吐槽着孩子，却忍不住满脸宠溺抱着萌儿。娃娃娃不准去。并且奶妈还教给他很多技能。萌兰在他这里学会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紧紧拥抱，越狱翻墙也是江左梅梅手把手教的。而眼镜奶爸同样也很宠萌兰，收个猫也要拉着小家伙学习走路，简直就是将萌兰当成儿子宠爱。三图奶爸宠娃就更过分了，恨不得整天把好蛋儿抱在怀里，萌兰就这样一动不动，心甘情愿地接受奶爸的咸猪手。他甚至会为了萌兰化身卑微小弟。上一秒还在当保镖的他，看到萌萌小手一挥后就立马躲开，生怕挡住未来顶流的镜头。如果说三图奶爸和他默契十足，那发姑奶爸一定是这小子的真爱。这个阶段的萌兰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已经对饲养员有了很强的占有欲。当奶爸和其他小熊互动时，吃飞醋的萌萌立马冲上来贴贴，即便是对方给庆小洗澡，被他发现后也得凑上前帮奶爸搓澡，内心 OS 我要守住心上熊的地位。这小子还将从梅奶妈那里学来的贴贴大法用在奶爸身上，一言不合就紧紧搂住，对方都快被好蛋儿压到窒息了。即便父子俩相处时间不短，可他们都是对方心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时至今日，发姑奶爸还在想孩子，这整个生活应该说都被萌兰给填满了。不过为萌兰付出最多的还得是和奶爸。这时的他患有严重的骨髓炎，幸运的是宝贝在黑暗生活中遇到一道光。萌儿生病时下巴红肿，可基地又刚好正值笋季不提供竹子。奶爸看到孩子难以下咽后，直接趁休假期间去山上砍竹子。虽然因违反基地规定被通报和扣除奖金，但看到萌儿吃得开心，他便毫无怨言。就连萌兰平日里吃的苹果，都是和奶爸细心的切成小细块。宝贝过1周岁生日时，基地没有为孩子准备豪华蛋糕，可奶爸就在第2年给好蛋儿安排上，还站在门口满眼爱意注视着对方。等到萌儿稍大一些，就回到北洞和他们一家子熊团聚。不管是爱屋及乌的徐老爷，还是把他当儿子的季奶爸和李奶爸，他们都是对萌兰百般照顾。宝贝还有了自己的专属陪玩，同样幼稚的木叔奶爸和帅奶爸还整天去外场陪着小子玩呢。难怪都说萌兰性格开朗，治愈人心。这小子可是在爱里长大的熊猫。福宝就是熊猫圈网速最快的选手吧？公主紧跟时事站上了奥运冠军颁奖台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妞半夜看手机了。就连奥运会也要参加，上台后还不忘自信的仰头。只能说当过大明星的熊就是不一般。本来还以为福猪猪会不适应新环境，或是像留学期间因为独自一熊，总是闷闷不乐地坐在树上，哪曾想小家伙回到自家彻底放飞自我。从前被大型游乐设施吵得不耐烦，一听到雷雨声就害怕的他，如今却一点不害怕外场的刮风下雨。不是坐在洞口大口干饭，就是在雨中呼呼大睡，谁都喊不醒。当游客放另一位顶流花花的主题曲时，这小妞听到后瞬间起立，还竖起耳朵满院子寻找歌声。没想到宝贝非但不生气，还这么情绪稳定。或许是因为福宝习惯老家的生活，这小妞还开始随地大小躺。从前吃个竹子也被教育面对游客的她，如今彻底躺平开心干饭，总感觉猪猪有种川渝人民的松弛感。而福宝之所以会这么自信开朗，还得是徐奶爸的用心照顾。
她看到闺女一开始不停打滚后，会第一时间阻止造成对方刻板的行为。师傅，不要，过来。徐奶爸还多次在镜头前呼吁游客不要鼓励福宝随意打滚，几句话就体现了他对毛孩子的爱护。真的不愿意他出去打太多的滚。刚回来的时候在隔离区，环境陌生，还焦虑紧张，还害怕，应激反应他就会打滚。打滚对他来说，时不时打一下就行，但不要经常去打。正因如此，福宝表现情绪才会这么多样。表面上看着严肃的徐奶爸，对福猪猪的爱意也是一点也不少。他会在做行为训练时候，偷偷摸着宝贝闺女的小手不撒开。只是路过福宝外场的小门，老徐也忍不住摸摸小家伙的脑瓜。即便是福宝在内场等着加餐，奶爸也会特意拿来食物给福宝检查。公主同意后才能送到外场餐桌上。都说老徐是直男奶爸，总是在镜头前吐槽自家宝贝，可他嘴毒的外表下却是十足的偏爱。其他熊猫不是被他调侃年纪大，就是被奶爸当成福宝，喊男孩子们起床更是粗狂的前子音。13哥，3哥，13，可奶爸喊亲闺女起床时，那声音要多加就有多加。还没睡醒啊？看那眼睛鼓得好圆好大。老徐平日里还经常给福宝开小灶，上山砍竹子已经是家常便饭，就连水果冰蛋糕也是公主独一份的。只能说老徐对福宝的偏爱真的很明显，难怪小家伙在他身上体会到了家的温暖。